宝辉宝今天又是被小苹果调回家的。宋爷爷一边在门口蹲着喊姐妹俩的名字，一边掰着小苹果，姐妹俩很快就上钩了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瑞宝正忙着摘竹子呢。竹子摘下来后不小心掉下去了，瑞宝接着弯腰去捡。瑞宝干事情很有条理性，能让人看懂。这时通道门口响了，捡起竹子来的瑞宝接着就想往树上爬，但是侧头一看，妈妈根本没动。瑞宝又不着急了，但停下来仔细一想，瑞宝还是选择了爬到了树上。只不过这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竹子又带了上去，白折腾了一阵。瑞宝总是很有想法。宋爷爷和圣谢阿姨这时开始喊姐妹俩，不过瑞宝刚去到树上，不可能立马下来，至少要休息一下。宋爷爷和姨母的呼喊声给在小滑梯上的辉宝喊了过来。宋爷爷给小苹果掰开，给辉宝喂了一小块，这样辉宝更容易咀嚼。宋爷爷喂完小苹果，起身起来离开。紧接着圣谢阿姨开始喊辉宝。宋爷爷和圣谢阿姨这是又在训练姐妹俩新的下班方式。辉宝很聪明，也很听话，知道是姨母在催了，立马起身回了家。辉宝进去后，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，刚好这时瑞宝也休息好了，一路小跑的来到宋爷爷身边。小苹果一喂，宋爷爷立马起身离开。接着圣谢阿姨继续呼喊，同样的办法到了瑞宝这里却不管用。瑞宝一扭身子坐了下来。瑞宝等了半天，发现没有人再继续理自己了，最后还是走了回去。这时园区就剩爱宝了，爱宝今天睡得很沉，宋爷爷喊了半天都没喊醒爱宝。宋爷爷走进园区给爱宝洗澡，爱宝醒了，宋爷爷把小苹果放下，同样立马离开。刚睡醒的爱宝此时还有点迷迷，爱宝坐下先给小苹果吃掉，等着稍微醒醒盹后，爱宝就回去了。这个时候宋爷爷也不会打扰爱宝，会让爱宝自己适应，因为爱宝与人类的区别就差开口说话了。春天，宋爷爷有宋爷爷自己独有的浪漫，那就是折一些爱宝乐园的樱花布置在宝家园区，因为爱宝乐园的樱花多到偷不完。不过宋爷爷今天忙于布置园区，没有看到身后激动的辉宝。辉宝着急和爷爷玩，脚下没有踩稳，一下从竹子风铃上摔了下来。这要是被宋爷爷看到，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接到瑞宝的话，那宋爷爷晚上又该自责了。早在福宝小时候也拥有过这种仪式感，那时就连福宝的窝头上，宋爷爷都细节地放置上了樱花，这样的窝头摆盘让窝头看上去很有食欲。而且福宝对爷爷的樱花很感兴趣，福宝对着樱花仔细地欣赏着。宋爷爷看到福宝喜欢樱花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宋爷爷直接给一棵樱花树都薅秃了，给福宝摆了一个大型的樱花屏风，这让喜欢给福宝拍写真的姨姨欢喜不已。福宝在樱花的衬托下都变得文静了。而辉宝这里，由于宋爷爷没看到辉宝摔倒，放置完樱花后，宋爷爷就走了，可怜的辉宝只能自己消化了。辉宝爬起来来到了小亭子上，观察爷爷放置的樱花。辉宝现在的小肚子走起路来都一颤一颤的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很是可爱。辉宝蹲下喘了口气，使自己站了起来。辉宝凑到樱花前仔细的打量了一番，感觉没意思，转头打算离开。而这时宋爷爷又回来了，宋爷爷拿着自己的新手机记录着辉宝这可爱的样子。辉宝胖嘟嘟的样子，抱着小树打算往上爬，但想了想又放弃。这个样子让姨姨们有种辉宝现在胖到爬不了树的错觉。辉宝蹦蹦跳跳的又改了路，辉宝爬上了独木桥。急性子的辉宝不管走哪条路都走不稳，走到一半又从独木桥上摔了下去。这一通操作直接给够了爷爷的素材，想必等周五爷爷分享宝家生活视频时，就可以看到宋爷爷的视角了。而这周姨姨们都在关注福宝回国的事情时，乐宝也有在好好营业，胃口也很好，生活悠哉且安逸。到看到爱宝奋不顾身的去救辉宝，宁愿让辉宝摔在自己身上，也不想让辉宝受到危险。我才明白，爱宝给瑞宝和辉宝的爱，并不比当时给福宝的少。而对于给姐妹俩喂奶，虽然姐妹俩在吃奶时很皮，但爱宝一直都没有嫌烦过，随便姐妹俩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，折腾来折腾去，爱宝也都不会嫌烦。反而爱宝二胎后看上去更稳重了。而福宝小时候，爱宝由于第一次当妈妈，经验不足，当看不惯福宝时，便会直接出手，母女俩谁也不惯着谁。而福宝也不是轻易能被打倒的，不过爷爷总是偏向福宝，会站在上帝角度给福宝实时爆点。看到福宝挨揍时，还会干扰爱宝。当爱宝累了时，福宝则继续去消耗妈妈。就这样，在爷爷和福宝的配合下，福宝在战斗中多了一丝胜利的机会。而这样的结局就是玩到最后，母女俩都玩不起了，回到家谁也不理谁。有时福宝主动向妈妈求和，但爱宝由于太累了也不理福宝。
不过作为早期独生子的福宝，妈妈不理自己，那只能自己无聊的待着，不会像现在的瑞宝和辉宝一样，就算妈妈不理自己，姐妹俩还可以彼此陪伴玩耍。好在福宝小时候有爷爷的全程陪伴，当爷爷看到福宝自己无聊时，就会主动陪伴福宝，陪福宝说话聊天，给福宝提供着满满的情绪价值。福宝，이뻐，福宝이뻐。有爷爷在，这使福宝的生活也不会那么无聊。福宝小时候可以看到爱宝基本上无时无刻都会将福宝带在身边，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，不管在室内园区还是室外园区。当时爱宝第一次去室外园区时，便直接给福宝也带上了。而现在瑞宝和辉宝，爱宝目前还没有想给其带去室外园区的想法，或许这也是这次为什么要生两个的原因。这样姐妹俩可以彼此作伴，爱宝也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。不过对于瑞宝和辉宝什么时候去室外园区，宋爷爷在最新一期节目中也做了回应，表示过段时间看天气，因为室内园区是恒温的，所以姐妹俩不会感到炎热等问题。而去室外园区的话，就要为姐妹俩考虑一下气温变化。밖에나갈수는없어요더우니까숨쉬기힘들어져요 더우면알겠죠？现在爱宝和乐宝园区实际上并没有很吵，而且每波观看人数，场内的工作人员都有控制，所以相对于动物园而言，爱宝和乐宝这里算得上是安静了。这时只见姨姨们都聚集到了玻璃窗前，姨姨也好奇地走近观看，原来是瑞宝正在欺负窗前的南天宝。姨姨们录制的视频以后都算得上呈堂证供。瑞宝抱着南天宝，一会儿看看姨姨们，一会儿看看南天宝，一时都不知道该和谁玩好了。瑞宝眼看围观自己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瑞宝变得娇羞起来，试图钻到草丛里给自己藏起来。瑞宝蹲坐在草丛里，偷偷观察着窗外的姨姨。这时爱宝在小亭子上吃完竹子了，爱宝走上独木桥，去到饮水盆前喝水。宝家的生活规律已经接近于人类的行为方式了，睡觉就到小床上，也不会像在野外的野生动物那样在地上解决。吃饭喝水都有专门的地方。爱宝喝完水回到小亭子上，爱宝看着眼前的姐妹俩这慵懒懈怠的样子，又给姐妹俩上了一堂野外突袭课。先是辉宝被爱宝像面团一样捏在手里揉来揉去，接着是瑞宝，爱宝一头顶在了瑞宝的屁股上，瑞宝很自觉也很懂事的自己给自己从独木桥上滑了下去，给妈妈让开路。瑞宝下来后去到了南天宝前，而爱宝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瑞宝察觉到了妈妈的这恐怖如斯的气场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转头就跑。看来爱宝的训练已经初见成效，瑞宝现在已经掌握了警惕和逃跑的技能。而乐宝这里此时正在呼呼大睡，生产跟育儿乐宝通通不管，妥妥大渣男。随着瑞宝辉宝一点点的长大，乐宝存留在姐妹俩体内中的基因也在一点点觉醒。看了瑞宝和辉宝这段时间以来的种种行为，许多姨姨不免感叹，乐宝的基因有点过于强大了。从福宝再到瑞宝和辉宝，姐妹三个的身上总会时不时透露出乐宝的特征，而对于辉宝更是从头到尾都透露着乐宝基因的强大。先说辉宝现在的小肚腩，辉宝现在还没满1岁，但从侧面看时，这小肚腩已经有了雏形，简直就是缩小版的乐宝。而再看瑞宝，瑞宝这挠痒的动作简直和乐宝一模一样，将其放在一起，就算不了解大熊猫的人看了，也一定会认为这俩熊是有点关系的。还有辉宝这趴在树上睡觉的样子，和爸爸一样，都会不自觉地扬起嘴角，这基因太强了。外加辉宝这从小就喜欢爬栅栏的基因，这都是来源于乐宝。江爷爷当时去中国接乐宝时，乐宝爬到了栅栏上，让江爷爷一进门以为熊丢了，结果一抬头发现乐宝在自己的头顶。以及乐宝出圈时那招牌上树动作，瑞宝在刚出园区时就觉醒了。虽然瑞宝是第一次展示这个动作，但是这熟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乐宝。还有宝家特有的小癖好，那就是竹子不吃树叶，这些习惯都是来自于乐宝这里，因为爱宝从来没有吃过。除此之外，宋爷爷还不止一次的官方指证辉宝就像他爸。宋爷爷的总结就是这么的果断。这种迹象的显现，让许多姨姨觉得爱宝只是个负责送货的，或许这也验证了那句老话，女儿随爸，儿子像妈。而乐宝这一随直接随了3个，不过好在还有瑞宝文静的性格在，这总算是继承了一点爱宝的优质基因。